次元术士到底能不能上分？用 TOC4 全国总冠军迅哥开服9天的次元战绩告诉你答案。9天一共玩了9盘，4盘吃鸡，4盘吃分，1盘第6，毋庸置疑，次元肯定是可以上分的。那么怎样才能打出这样的战绩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次元羁绊到底是做什么的。羁绊内容取自 Q 哥本期视频。战斗开始时，次元棋子会根据激活品阶获得持续15秒的护盾，这里非该羁绊棋子是不会获得护盾的，所以我们的转职文章一般都是给前排单位，因为15秒后后排棋子的盾也消失了，相当于浪费了一件狂徒。这里再简单聊一下羁绊文章给谁的问题，例如魔神文章，这个文章不会为佩戴者本身提供属性增益，所以我们会将文章给到无关紧要的挂件棋子身上，避免占用泽拉斯、卡尔玛这样棋子的装备格，削弱他们的战力。研磨文章会给佩戴者增加高额攻速，并且5研磨还有 18% 的斩杀，所以研磨文章一般给需要攻速的输出棋子。而本片的次元文章提供的是护盾坦度，则给需要扛伤的前排棋子。3次元棋子加攻速，蛋糕为棋子回血并提供双攻，炸弹提供伤害。6次元重复道具炸弹棋子，新增小石甲虫。8次元重复道具炸弹棋子，小石甲虫变更为大石甲虫，随机成装。10次元释放道具速度增加，道具数量增加，例如一个攻速棋子变为3个，随机光明装备炸弹超大石甲虫。详细的视频可以前往 Q 哥的主页搜索次元。次元道具的属性也会受到次元棋子星级的影响，所以要亏利息留对子牌，确保质量。玩好次元需要达成以下3个条件。第一点，刚需转职，如果没有转职，胜率会直线下滑，因为开出8次元需要诺拉，8级递不到诺拉，战力下滑很严重，会被其他阵容在4阶段暴揍，根本扛不住血量压力，上9找诺拉。大羁绊阵容如魔神使者、次元术士、诅咒女巫这些阵容为什么需要转职以及怎么玩，主页有详细视频，欢迎前往观看。第二点，学会过渡，这样的阵容往往对前期的连胜有要求，需要你有血量上9上10，下文阵容解析处会有详细的过渡讲解。因为我们的前置条件非常明确，有次元转职的情况下再玩，所以我们这里只讨论有转职情况下的阵容组成。8级除了诺拉7个次元棋子全抓，剩余一个待转职的棋子从幻形师狗头、重装塔姆或者任意一张堡垒中选择。8级来诺拉替换星级低的次元棋子，或者替换 EZ， 因为这套阵容的所有伤害基本上都是魔法伤害， EZ 是物理伤害且很难给他找装备，并且这套阵容需要前排扛住， EZ 的护盾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扛伤，也可以将前排的外援替换为娜美，为诺拉激活3法师。9级优先补出皎月，其他5费卡2星如莫甘娜、泽拉斯也可以使用。10级可以不上皎月，补泽拉斯加塔姆，开2命运，绑定泽拉斯获取真伤。不聊公式，只谈思路。我们以开局有次元转职为例，3级佐伊蜘蛛杰斯，因为是3张1费卡，比较好达成且容易2星。此时我们左边的羁绊学者、诅咒女巫可以激活，我们可以考虑选择这2个羁绊下的棋子阿离、波比，这样左侧的羁绊有2个就被激活了。此时6级补充一张人马，堡垒和命运之子又被激活了，这样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就很饱满，有前排扛伤，有后排输出，有羁绊辅助。以1费2星棋子为核心，第一步为它补充羁绊。如果这个羁绊是大羁绊，如魔神次元，那么你选择的思路有2条：扩充这个大羁绊，或激活其他小羁绊。根据你的来牌选择，不断的去连接各个羁绊，将这个1费2星棋子在连接其他羁绊的过程中变更为高费2、3费棋子，再重复以上扩展羁绊的思路，这就是过渡。此时我们还需要有2个认知，同样是2张对子牌的时候优先留谁，这需要你对单卡棋子的实力有一定了解，哪张卡过度强，哪张卡过度弱，请选择。2. 同样是羁绊，差一个棋子待激活的状态，优先激活哪个羁绊？这需要你对羁绊的作用强度有一定了解，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，视频已经很长很臃肿了。可能你这把玩的阵容是次元，但是你前期完全是在用魔神过渡，最后也能转变过去。宝石免位龙牙狂徒，备选其他任意肉装。宝石技能的减伤受法强影响，所以免位是一件可以用的装备。龙牙可以应付版本热门的法师辛德拉、卡尔玛、卡萨丁小法等等。龙牙和免位又和狂徒这件装备有联动，他们受益于最大生命值，所以这3件装备是不错的组合。叠甲这里的推荐装备只是个人理解，任意肉装如适应性头盔、坚定之心、救赎板甲都是可以的。你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连胜。如果你开局有狂徒板甲能连胜没做，合成了狂徒，留下了护甲魔抗，去等免
免卫、龙牙，完全没必要。前期的连胜确保高血量、高经济，最后做出阵容的上限，买出各种2星5废卡，远比是最优装备重要。瑞兹、羊刀、大天使、帽子备选红 buff 鬼书，剩下的装备肉装给前排皎月，法系通用装给娜美、诺拉，为团队补充一件电刀减魔抗。这是海克斯的降序排名图，优先选择以下这些高战力海克斯，可以补充一个经济海克斯辅助上9，再次叠甲。次元术士部署于第一梯队上分阵容，云顶请玩辛德拉，禅南请玩金克斯。欢迎小伙伴们评论区留下你的10次元战绩截图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一定要记得给个点赞关注，这对一个新人频道真的很重要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